我们到上海啦！我们这次来上海呢是要拍一组时尚的上海大片。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来很多次上海，但是每次逛完了之后，发现都会有新的惊喜。谁家的鹦鹉？不是谁家的熊孩子吗？这次呢，刚好我们遇上了上海的梅雨季。很多人出门旅行呢，其实很讨厌这样的天气，但是上海的梅雨季真的是特别耐逛，而且更有感觉。所以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现在的上海到底有多好拍。既然来了上海呢，我们之前在大理的那种民族风的服饰可能就不太适合了，所以我们要先来补一套合适的装备。上海的天气呢，跟大理一样，也是夏天非常的热。我们在大理这两天呢也长了一个教训，就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补一件这次出来没有带的装备——防晒服。这边有一件很大的波司登，从外面的玻璃上看到他们家有很多的防晒服。这是很大吗？这是超大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个好酷啊！那我试一下这个吧。好呀。这件。好。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件。好。这件好看。紫色。紫色。波司登变了，你没发现它所有的衣服的设计款式和配色都很大胆，而且很时尚，已经不是我们印象里那个只会做羽绒服的波司登了。我觉得那一件我穿上肯定会显得很年轻。你面前那件，粉色那件。紫色有个紫边儿。这件挺可爱的，挺酷的。这件试一下，这件就很简约，很干净。这应该是他们家新款，但是可能你要稍微收藏2个月。那我们试试总行吧？可以，我们俩来一个跨季搭配，就你了。说到上海最有味道的历史文化街区呢，我觉得武康路一定是上榜的。这里被誉为浓缩了上海近代100年历史的名人街。宋庆龄啊、巴金啊，还有周作人啊，这些名人都在这边居住过。整个这条街大概步行走下来也就仅仅需要20多分钟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康大楼。其实像这种阴雨天气呢，如果你找对方向的话，它的光线是更柔和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借助路边的这些道具，还有一些网红的店面来拍照。那提到上海拍写真呢，必不可少的肯定有魔都3件套。那之前听小猫和阿猴说过，在上海一仓美术馆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过来看一看。你说慢点，哎呀不行，我穿上这个衣服步伐都变快了。那这条路呢，就是要比外滩那边人稍微少一些，安静一点。再往那边呢，天气暗一点的时候，就可以拍到南浦大桥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外滩。如果你想感受上海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魅力，那就一定要来外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。那每天晚上7点钟呢，江对岸的建筑呢就会亮灯，然后对面的欧式的老建筑呢也会亮灯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全中国最有名的夜景。好，然后吃饱喝足之后呢，带你们来一个拍魔都3件套夜景最好看的地方，就是我现在站的这里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在金茂大厦停车场的入口前面，大概20米的位置有一个喷泉，这个地方有一个角胶，然后把手机设置成广角，放在脚下，就可以拍很酷的照片了。我觉得一座好的城市在任何时期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，而像上海这样的好城市在国内真的是非常的多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多逛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好，那最后呢，不得不夸一夸波司登的这个防晒服。这个季节穿防晒服呢，就不闷热，而且很轻便，用来凹造型啊、拍摄时尚大片也都很出色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呢，可以去关注一下波司登。听说他们最近线下门店呢有非常多的惊喜的活动，周末跟小伙伴逛街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